可今日败了，他便是真的败了。来了，老城主最强的一剑，成剑上九天，龙吟落黄泉。应是你落黄泉。何人大胆，敢闯我无双城？天下无剑城，少城主卓越安，问剑无双。问剑无双，是问我吗？他问的是无双城的剑道。此人不一般，随我去看看。天下无剑城，哼，遥远而熟悉的名字。天下无剑城，少城主卓越安，问剑无双。堂堂无双城，连个应战的剑客都没有啊！我也没有这个资格吗？有没有资格，得看长老的剑。好，年轻人，有傲气，和你父亲一样。想要空手压住我的剑气，未免也太瞧不起人了吧！杨秀春风，你怎么会这门功夫的？这门功夫分明一境，自然是我父亲教我的。当年我父亲是不是就是这样打败你的？袖里藏锋，春风得意。当年你父亲用出来是那般的潇洒恣意，可是你用出来，却感觉满是禁锢。春风何在？怎般得意？剑气响进来！师傅，打雷了，晚上要下雨了，我们回家拿把伞，顺便把被子也收了。拿什么伞？这是剑气。好强的一道剑气！这一道剑气晓若惊人，到底是谁？该不会是他？不会，他的剑气凛冽阴寒，没有如此嚣张的气。该不会是雷鸣的剑吧？管他是谁，只要和雪月城无关便好。师傅，嘀咕什么呢？走。好一道剑气响惊雷！你想不拔剑是我，那我便让你再也没有拔剑的机会。老城主，何方来客？天下无剑。天下无剑，他们中还有人活着？来的人自称是无剑城少城主卓越安。那个孩子呀，没想到他居然活了下来。剑长老已前去应战，他让我过来告知你一声。剑山月挡不住那柄剑。还好，
不是跟雪月城有关的那几位。你已经败了。即便是你父亲当年站在这里，也不敢和我这样说话。这是你第几次提到我父亲了？第3次。我很想知道，你到底有什么资格提起他？你不要逼我杀你！山岳剑法，今日终于幸得见了。山岳剑法，不见得对付得了这个卓越安呐。逆登山巅，一览众山小。可众山之上仍有云天，你若止步，终有一日将我下山。死吧！今日问剑，终于遇到了一位值得我拔剑之人。无双城，宋彦回。天下无剑城，卓越安。秋水剑。正是。我父亲曾提起过你，听闻你年少时也满身傲气，觉得自己手中执剑可登剑道之巅。一览众山小。你所创的这套剑法，虽称不上世上一流，但剑之气可称绝世。如今一剑，高山仍在，人已苍老，你的人已配不上你的剑。今日之后，恐怕这江湖上再也不会有剑山岳这号人物了。今日之后，问武堂大长老之位就该换人了。你应该回去颐养天年了。此地交给我即可。这是鹤羽剑，在江湖上的第一次出手，你是个不错的对手。此剑一出，天下无剑。在我年幼之时，也曾对天下无剑城的威名十分敬仰。只可惜，偌大一个门派，却在一夜之间消失于世间，确实可惜可叹。今日在此得见无剑城的少主，实乃我辈之幸。阁下为何不能同我到无双城当中小叙一番？你我二人又为何要在此拔剑相向呢？当年无双城被称为天下武艺，此地无双，可我父亲却称，若论剑术，他才是天下无双。二者之间一直没能分出一个胜负。我今日来此，是完成我父亲当年的一个遗愿。天下谁又不知道，如今的无双城在剑道之上，早就没有资格提这无双二字。即便如今天下冒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剑仙，但我今日想做的，只是替我父亲正道。虽宋城主，请赐教吧。听此人所言，当年无剑城的覆灭与无双城脱不了关系，便只能一战。若我胜了，天下无剑城重现，会在江湖上掀起一阵小波澜；若我败了，天下无双城
就真的不再有资格列入天下4城了。不该下来的，失策了。我之前一直认为，是我的剑上承载的太多，以至于挥出的每一剑都无法尽兴。直到我戴上了这面纱，用了卓越安这个遗忘许久的名字，才会好一些。可今日见到你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什么是父亲当年说的自求之剑。自求之剑，画地为牢，自求于剑。你是个不错的剑客，可惜了。燕回，你乃一城之主，怎可轻易出剑？刘云奇，苍龙崖，不错，正是苍龙崖。我曾执此剑，与你父亲大战过1天1夜，最后我们没能分出胜负。可我父亲说，是他赢了，他很高兴，却不是因为赢了你而高兴，而是在剑道上遇到了能与他并肩而行之人，所以高兴。一派胡言！既然是他赢了，他为何不敢公布于世？无耻！你这样的人，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我父亲的剑道同行者。也罢，今日我将胜过你，将你的剑斩断。我会替我父亲证明，无剑城的剑要胜过你无双城。无剑城已不存在了，你又何苦执着于此呢？可我还活着，我活着，无剑城就还在，我父亲传承的剑道也就还在。年轻人，你很有自信。这柄剑不错，看着是名剑山庄的手笔。可惜啊，越是锋锐的剑，越容易折手。颜回，你先退下。师父，我认为我在剑炉之中养剑多年，今日这一战已不可避免。既然他想替卓玉洛问剑，那么便由我来。只是若按这般算，此战胜负便算是了却了当年的过往，与如今的无双城无关。如何？好。颜回，退下。是。我能赢你，亦会杀你。小子，看好了！这小子方才用出我的山岳剑法，让我重新见到了年轻时自己的凌云之气。为何如今此人剑势一变，完全没有了方才的凌云气，只剩下了杀气？若这样下去，他10招之内必败无疑。不，他是想用一败来换老城主的意思。他用的不是无剑城中的剑术，不再有所谓的剑道大气象，而是杀人剑。
没想到你竟是这般无耻！你用的功法类似于乱神诀，特地勾起我心中杀念。虽然你拼命的克制，但是我只看了一眼便知道，你身上充满了血腥气。你不是个剑客，你这些年做的应该是杀人的勾当。剑到风云处，笑看云起时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老城主的剑法依旧这般写意潇洒呀。可方才我与他对过一剑，以那一剑来说，他的剑术不至于如此不济。果然是师傅在剑路当中的修炼初见成效，让他的剑术更上了一层楼。你仗着众人无法看清，竟然是鬼道行径。你一路东行，藏剑不动，便是在养一股剑气。当你的杀气盖过剑气，剑势尽泄，就不复方才之勇了。小人，道是你父亲寻找的东西，而我只求胜，只有胜者才有资格论道。道，确实是我父亲时常念叨的词。剑道，父亲，何为剑道？所谓剑，是指剑术剑法。一柄剑可以炼至多强，从能敌10人，到能敌100人，最后敌1000人，甚至敌10000人。我们这些剑客便日复一日修炼手中之剑，就是希望可以将它炼至最强，能与天下敌。我觉得我的剑已经练到了他所能到的最强，若想再前一步，便得悟道。那道又是什么呢？曾经的昆仑剑仙说过，他的剑法有3重境界。第一重是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第2重则是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第3重便是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。啊！爹爹参悟许久，也无法明白其中含义。但爹爹认为，所谓道，便是一个拔剑的理由。原来有些道是要在将死那一刻才能悟出来的。一生中的最强一剑，或许只有出1次的机会。可惜，无法再保护你了。我方才说过，无双城的人没有资格提起我父亲的名字，尤其是你，什么流水星云，破；什么宗师气象，破；什么天下无双，皆可破。此刻你杀得越凶，你便输得越快。
败了。你想要我用杀人术，可我偏不用。今日，我便用剑胜过你。是他，你认识他？暗河执三鬼，苏沐雨。暗河，若真是暗河，那么这一切都可以解释了。剑长老，此话怎讲？难道说无双城与暗河还有什么牵扯？而且还与无间城有关？城主不必多问，都是些过往事了。师傅，剑仙有些控制不住了。他只是看到了值得一战的对手，想要与其一战。只可惜你尚且年幼，不然这样的对手确实值得一战。师傅，那该怎么办？不必担心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安静下来。小无双，待你长大之后，一定要带他去找值得一战的对手。老城主，这是要败了。他本就应该败了，只是这一败晚了10几年罢了。若是当初败了，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。可今日败了，他便是真的败了。来了，老城主最强的一剑，成剑上九天，龙吟落黄泉。应是你落黄泉。结束了。玉如意，好纯粹的剑气。师傅，这剑匣怎么自己还会动？方才并不是剑匣自己动的，是你自己在不经意间催动了无双剑匣。这2天，我只是教了小无双一些基础的内功心法。方才那玉如意是否改变了下方的战局？持剑！我现在杀气已退，剑势不在。你若此刻对我出剑，我必败无疑。我知道，可我绝不会趁人之危，只希望公子能留我师父一命。留你师父一命？可你师父当年杀尽我无间城所有人的时候，可曾想过留他们一命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师父当年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可原谅。可是我作为他的徒弟，又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师父在我面前被杀死呢？希望公子可以理解。而且我师父此刻已筋脉尽断，现在未死，也全凭身上那口真气吊着，可他也活不了几日了。周公子，为何要出那最后一剑呢？一名剑客的死，并非肉体上的生死，而是剑心的存亡。刘云起的剑心已被我击溃，此生再也无法握剑。他已经死了。是。多谢周公子。其实我们见过。是的，当年共于魔教之时，我曾见过公子的剑法。可既然公子以卓越安之名前来，那你便是卓越安。我很欣赏你，你和你师父很不一样。你的剑法中没有太多力气，
只是承载的过于重，无法让剑随本心。所以始终无法达到自己的最强境界。很多人都这样说过。既然长老们将无双城交付于我，我便不得不把无双城的荣辱都放在我这柄剑上。天下无双。听闻昔日曾有白羽剑仙就弟子于天启城的法场之上，离去之时，一剑斩落了上方的牌匾。那么今日，我若一剑将这4个字斩断，无剑城之名定能重新名扬于江湖之上。公子，请不要妄动。7日之后，你我一战，若你败了，我便将其斩断。好，7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剑炉旁，我愿意看一看公子的剑。好。有人来了。天启，萧瑟，前来问剑。列国剑法，我与你一战。列国剑法破风境。没想到此生还可以再次见到萧氏皇族占得天下之剑，荣幸之至。去往居何处？空将一剑血。再来！列国剑法确实不错，但只是破风还是不够。那就让你再看看这条金龙。这是金龙镜。金龙诀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我已出金龙，也想见见先生的国殇。如君所愿。就是这一剑，无双就输在这一剑上。天时对息，威灵怒，炎杀尽息，气元也。对，你个老匹夫啊！在家躲了10几年不出来当缩头乌龟，自以为练成什么绝世神功就跑来天启城找茬，这事跟你有关系吗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问见天启，天启答应了吗？你砸天启城的牌匾，我们萧家人同意了吗？这不是雷无节的骂剑诀吗？唱什么悲歌？就你凄凉，就你苦闷，就你难受，天底下的人谁好过了？我呸！你个老匹夫，赶紧给我滚！谁都知道你是来找谁的，你那个师妹不也就够了？我说够了！他把义父惹怒了，可这一剑，并不是凄凉，而是愤怒。
你还是第一个逼我用出这一剑的人。是李魂，他终于踏出了那座城。什么是李魂？凄凉剑最强的一剑，能出李魂，说明洛清扬已经入了神游玄境。剑心一瞬。小子，你这家伙怎么不等我自己偷偷跑来了？是想抢我大好的扬名机会吗？养剑3日，剑心一瞬，这一剑很强。但是你还有第2剑吗？天启四守护之东方卫，青龙雷无极，不退！天启四守护之西方卫，白虎击旋，不退！天启四守护之北方卫，唐泽，不退！天启四守护之南方卫，朱雀，司空天洛，不退！既然你们都不退，那就去死吧！轻轻蝴蝶恋你，跨雨小天气。中学不闻梅雨淅，飞花翠江断戈壁。如出茅庐青涩不可及，鸿鹄展翅苍茫逝去。无所谓是个错综不惧，有天机是青丝的谜底。起落困境里蜕炼出浩瀚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功侠义。花一笑便是灵犀高歌行万里。少年梦逐浪入城，真心镌刻年轮。月光归曾遇伤痕，想当才算人生。方寸间棱角激扬青春，我岁月多人。天涯凌云间所能是你我并肩又一生。我不服！一行俱选的，为何此刻如此重要？我还没死。占天下之心，不如守天下之志。看来是我狭隘了。是什么东西？是有一剑划破长空。什么样的剑能有这样的威力？莫非是又来了一位剑仙？那是天斩剑，10大名剑之首。怎会如此？既然天选我，那我就应天。天斩！
斩剑。好，来，我愿做这天地。一剑生就消，剑仙人逍遥。谁赢了？洛清扬要断了天，而萧瑟也真的斩了那天。萧瑟，萧瑟，来。洛清扬神色不太对。这破剑刀在你手里，差点意思。师兄，别再摇头了，该来的躲不掉，既然躲不掉，就杀掉好了。劳烦长相大剑，不远千里来找我，真是荣幸啊！大剑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你。金仙公公，别太过分，要想动手的话，先过我这关。怎么了？这回你砍不下去了。锦仙公公是来找我们，至于我们俩的事，一会儿再说。哇！风雪剑、神境咒。吴心，听说你学会的奇奇怪怪的武功有很多，这一次打算用什么呢？魂手，大悲腹中的武功你也学会了。珠儿，锦仙公公这是怎么了？看也不看我一眼。风雪剑、神境咒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锦仙公公在17岁时进入江湖，以风雪剑成名，如今的母亲也是17岁。吴心，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到底跟不跟我走？这么有趣的人，杀了还真是可惜。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
心魔引对我没有用。有意思，那么多的废话。碎空刀。无双剑侠。 就是你这个小屁孩！大叔，你哪位啊？叶宗涛。哦，好像也没什么名气啊。你就是没什么名气，这回你没记错。无双，下面你就和你的师叔比试一场吧。倘若你赢了，你便就是无双城的城主了。 好了，知道了，那就比吧。你站在那里，我们怎么比？哼，没见过世面。云梭、冰霜、风萧、绕指柔、玉如意，陪这个大叔好好玩玩。 杀伤。你的刀叫断破，我的这柄飞剑叫杀生，也算是你来我往了。是断魂，不是断破。哦，是叶松子的断魂刀。是叶松涛。想吃松子了。燕回，你有一个好徒弟，竟能同时控制6柄飞剑，这样的天资。 无双城100年来也未曾见着了，但是你剑指师门长辈，太不敬了。不敬？年轻人，资质颇高，值得赞许。 但是你太不把长辈放在眼里了。大长老挺厉害呀，你怎么不当城主？我老了。我倒是挺年轻，你觉得我能当城主吗？燕回，你培养了一个无双剑侠的主人。是，这样的人应该带领无双城回到真正天下无双的时候。一座城池的命运。 真的要压在一个孩子的肩上吗？师傅，我虽然记性不好，但我才不是孩子呢。我是无双，天下无双的无双。从我叫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就注定要坐这个位置了？师傅，让个座。大胆！ 就算你是无双剑侠的主人，没有我们吴老的认同，这个位置你也坐不上。
我还就坐上来了，怎样？大长老，你说这位置我能不能坐？参见城主。我可代表玄门，无量剑阵，起！难道这次真的来晚了？这些都是真的剑吗？一个人怎么会变出这么多武器？这应该是剑气所凝成的剑，但杀伤力减去了，跟击剑一样。大家长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都会死。还请大家长为我们找出一丝破绽。你们有办法，定不会让大家长失望。好，那就让我给这个田剑仙送上一条死路。仙女，来不及了！暴雨雷华针一共27枚细针，唐门中了3针，我结下了23针，还剩1针。小仙女，李寒一中针了，杀了他们！一个都走不了。大师兄！无极棍。若依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这世上只有一个司空仙人，一个叶若依，一个唐明，一个雷无忌。所以今天谁都不能死。如果我能活下来的话，我们再好好聊聊。萧瑟竟能直通逍遥天境。这便是所谓的美丽第一天才，年纪轻轻，内力居然能和我不相上下。为何我们的内力无法直接打向他，而是在3人体内流转？唐师兄，你可有什么办法？
现在无论谁向前，都只有一个结局。什么？死。老太爷，你这小子，居然杀了老太爷！我来给老太爷报仇！小四，小四，小四！在下还有心中300，阁下可愿再试？来了，来了。那接下来的事，拜托你了。小四，看来下次还是得来得再早点。你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，就是为了救他？很感动是不是？没关系，也有个人千里迢迢的为你而来，为了杀你。我们走。苏长河，姐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我还撑得着，在这儿等我。我以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。周天引雷术。大家长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内力？万树飞花。雷门双子果然名不虚传，但想要同时对抗这么多高手，也只有一个死字。我们说，不死。那便来。唐老太爷有近70年的内功修为，真气护体，控制住了化气，雷无劫伤不到他。唐门有一暗器，专门可破护体真气。唐莲一怒，可敢一战唐门老太爷？雷无劫，拼尽全力，我相信你。小色，我若用出那招，10招之内我便会不省人事。那便撑上10招。好，我相信你。虽然你总是骗我。小小年纪竟能入得了那逍遥天境，险仙所传，指落云烟。世间所有的兵器，
全都是活的，它们都有生命，都有灵魂，能跟它的主人心意相通。你看好了，风可以很温柔，但也可以凛冽如刀割。此枪为枪仙所传，名破风。上桑，我接了13场，送了你3场，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天洛，师姐。